Hello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阿北。那今天要来做一款游戏心得啊，就是这一款第一狂战士卡战啊。那这款游戏啊是类魂游戏，实际上呢，我自己在玩过之后，我觉得综合人王的系统概念啊，跟只狼的一些战斗组合，并加上了一点自己的想法所诞生出来的游戏吧。那今天这个影片啊，主要会来讲解一下阿北自己啊一周目破关之后的一些感想。以及二周目的一些要素啊，顺便会讲一下呢整个系统架构跟一些实战中的小技巧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啦。那首先呢，先来讲一下故事背景啊。这款游戏啊改编自知名线上游戏《地下城与勇士》DNF 的世界观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哇嘎伊 DNF 好胜吧？没错，就是那一款。不过啦，应该也很少有人玩过，毕竟啊，那是一款早期的线上游戏啊。玩过的人啊，可能现在跟我应该都有类似的游戏年代体验。而游戏的世界观啊，设定约在 DNF 主线剧情的800年前，玩家将扮演着佩鲁斯帝国的大将军卡赞。他曾与奥兹玛一同拯救帝国啊，却被诬陷叛国，遭受酷刑并被流放。那游戏呢，讲述卡赞啊在堕落与复仇之路上的挣扎与奋战。让大家了解他如何从帝国英雄沦落为鬼剑士的始祖哦。那首先呢，先从游戏的游玩方式来讲解。游戏的进行方式呢，有点像是人王的箱型地图。那通常玩家在通关这种地图的时候啊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个捷径可以打开。而如果碰到捷径的时候，玩家也会清楚的知道，差不多就是要打这个地图的下一个阶段了。那游戏中呢，也有类似篝火的设定，在这个游戏呢，会叫它做鬼剑。那鬼剑的功能有哪些呢？第一种就是重生跟存档点啊。玩家在地图上啊，只要跟鬼剑碎片互动之后再死亡的话，那就会在最后一次互动的鬼剑处重生哦。其实它就类似其他魂系列的篝火机制啦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能力啊跟幽魂的强化。在鬼剑处啊，玩家可以对角色进行角色强化，包括提升啊生命力啊、攻击力啊等属性啊。那此外呢，玩家也能够强化幽魂的能力。这些幽魂啊，在战斗中都会有提供各种的支援效果啦，而幽魂衍生的能力也是一样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传送到边界裂缝啦。鬼剑啊，它可以当做传送。那边界裂缝啊，其实就像是艾尔登法环的圆桌厅堂的区域啦。那玩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跟 NPC 互动啊，管理装备等等。那也可以从这边呢，再次传送到实际上在过的地点。只要是有开启鬼剑的地方，你都可以传送哦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查看卡赞的记忆啦。其实它就是整合一个角色的关系图啊，跟剧情，还有收藏品回顾跟过场动画重播的系统。那如果对卡赞这个故事啊不了解的话，可以透过这个系统来深入的了解玩家的世界观。当你收藏的越多，奖励点数也越多，每个地图都有该收集的项目，而这些收藏的点数啊，你也可以转换成实际上的能力提升哦。那接下来就是讲一下游戏的武器系统跟装备啦。我觉得它走的其实就是人王的系统啊。那武器呢跟防具啊，其实都会有词缀，也会有套装的效果。当然啊，跟你的游玩的进度啊，后面的武器跟防具等级啊，也会慢慢的提升，连稀有度也是。而游戏中也有类似铁匠的系统，当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使用铁匠，要过一段故事之后才可以。左边这位奥克莎呢，主要负责属性的转换啊，跟装备的继承。那右边的这位跨兹玛卡呢，主要是负责武器跟装备的制作，套装制作也要麻烦他哦。而如果是装备的话，刚开始玩这款游戏，我还蛮推荐大将军套装啊，或是食魂者套装，甚至是啊这两套啊可以混搭起来啊，可以提高不少的生存率。因为啊一个可以透过攻击恢复生命，那一个呢是伤害减半啊。我觉得对于啊拓荒啊非常有帮助，而且也蛮容易取得的。那任务方面呢，有主线跟支线啊，当然也会有提示你要攻陷这个主线啊跟支线的建议等级。等级太低的话呢，可以刷刷装啊，甚至是提升等级啊。正常只要支线出线都有接完的话，你的等级应该都会落在跟主线差不多的状态下，不会差太远。而接下来呢，就是讲到游戏的战斗玩法了。那这类型的游戏啊，比较偏向于高速战斗啦。比较不同的就是呢，因为战斗的部分呢，还加上了只狼的要素。那有的玩家可能没有玩过只狼这款游戏，阿北大概讲一下。主要啊，就是透过格挡啊，造成对方的耐力值归零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处决对手。那透过这样的概念啊，加上自己本身的技能方式，打出一套华丽的连段啊。而如果对这个系统概念熟悉的话呢，你是可以从对方满满的耐力值打到可以处决他的哦。
而比较奇特的是啊，技能点数啊会根据对应的武器，你可以针对你喜欢的武器啊来调配你的技能。当然也不用担心啊，想要换个武器也是可以完全重置技能点数，不需要任何代价，随时随地都可以，让玩家呢可以随时切换各种不同的玩法。不过讲到各种啊，这边也要讲一下，因为武器啊只有3种，那反而是技能的方面，它会分支其他不同的打法比较多样。那我自己啊是习惯用长枪类型的武器啊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攻击速度啊还算不错，连段也蛮快的，甚至某些技能的天生 buff 啊，对新手来说，我觉得长枪是最好用的。那玩家呢，在知道它的惯性之后啊，也可以打出高伤害的连段，然后直接处决敌人。虽然呢，这个游戏在前期开始玩的时候啊，其实大部分玩家会因为点数不够啊，没有办法一开始就接华丽连段。不过啊，其实在过到第1张图底的时候左右啊，那些技能点数其实就慢慢的上来，那你也可以开始点一些技能啊，玩连段游戏。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啦。而技能点数啊，锻炼的方式啊，其实就是只要用这把武器就好了。如何？还蛮方便的吧？不过它会有一些上限在，当你发现点数啊不能再提升的时候啊，就是它提醒你要先去过主线了。而能力点数啊，当然有像魂系列一样的设定啊，点数加成啊要好好的决定，甚至要看一下你武器上的一些属性啊。阿北是觉得啊，能够点生命提升啊，又可以提升一些攻击能力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而如果荧幕前的你啊是刚开始玩这类型的玩家，难度方面我会推荐选择简单难度。那能力点数的话呢，我会建议先点生命值会比较好一些，毕竟可以提高容错率嘛。而因为是类魂类型游戏啊，对于动作游戏比较少玩的玩家，我觉得难度啊肯定是不简单的。虽然说有简单模式可以选，但我有一个朋友玩过的立场来说，他觉得简单模式还是太难了。至于这部分呢，我们就见仁见智了。而这个游戏啊，我觉得一开始玩的时候啊，会碰到的就是在游戏中的一些名词转换，我觉得要看得比较仔细，因为在某些技能啊，其实它是有连段的设定，你可以在打完之后再叠其他的招式，但是也因为它都用招式名称啊来串起来，所以要衔接起来，我觉得自己要花一段时间啦，就我自己啦。不过真的了解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爽玩连段游戏啦。而游戏呢，也有所谓的2周目要素啊，甚至是真结局条件啊。那真结局条件呢，主要是在找寻游戏中的15个史诗收藏品，就有点像是游戏中的片段记录碎片啊，要找完它，并取得3个罗盘碎片。它主要是进入大神殿的地下钥匙啊。那只要有接副本啊，这个任务通常都会完成才对。之后啊，要在进入最后 BOSS 前啊，选对选项即可。不过阿北没有打真结局啦，这些是看网络上其他玩家说明的。而游戏中呢，也提供了重复挑战 BOSS 的设定哦，让玩家能够更方便的取得素材啊，制作自己想要制作的武器套装。想要再挑战一次啊，也蛮简单的。玩家只要到之前曾经击败过的 BOSS 啊，透过轨剑传送到 BOSS 最后的战斗区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重复刷取了。那总结一下啦，阿北目前玩过第1狂战士卡战啊，它作为一款类魂的动作型游戏，不管是啊系统架构啊，甚至战斗方式啊，确实能看到不少向人王跟只狼借鉴的影子啊。不过它还是一款值得一试的作品，特别是在连段操作上，我觉得真的能带来爽快的游戏体验啊。至于2周目的话啦，玩起来觉得就是像数值进一步的提升跟调整，让玩家呢可以更专注啊，完善自己角色的套路或是技能走向。那对于新手玩家呢，我个人会推荐啊大将军啊或是拾魂者的套装搭配，它能够有效的提高生存能力啊，还有回血能力。至于啊，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啊，类魂游戏的难度啊，其实本来就不算低。如果你真的是动作游戏新手啊，我是觉得入手前需要多加考虑啦。而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就是啊，游戏进入2周目之后啊，便没有办法回到1周目。那想在1周目啊达成真结局，玩家啊就必须在最后 BOSS 前都先做好准备才行，会稍微有点麻烦啦。因为我刚好就是那个没达到真结局条件的，变成我2周目还要再打一次，有点累。不过这游戏真的玩起来蛮爽快的。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游戏心得啦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款游戏呢？如果觉得影片不错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有空都回来看看。我是阿北，还想看我做哪款游戏的破关心得呢？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